不好意思，去一趟医院来晚了。林总那边怎么样了？医生诊断说是低血压导致的，只要静养就没有问题。玉浩然那儿怎么样了？玉浩然那边没有任何问题。按照我们现在的推断，他应该是被人利用了，而且他现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对于这个事情的后续没有任何威胁了。你确定他没有什么隐瞒吗？他有没有隐瞒，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不像是我们要找那个人。我相信你的判断。马上，你关于出资鼎华的推论，安静跟我说了。要这么说的话，玉浩然这条线断了，我们就只能等着那个注资的人出现了。说实话，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了，还有一个情况，林总委托庞一山全权负责鼎华的事务，我认为这是一个隐患。我之前去找过他，刻意的试探了他，他呢好像很怕玉浩然跟自己扯上关系，这个有点奇怪。宋局，老六现在已经从玉浩然那边撤下来了，可以让他去盯着庞一山。可以。子轩，贺子轩，你怎么了？至于困成这样吗？真的查不出来。你知道每天股市的变动有多复杂吗？你现在是最关键的一个，不能在你这儿掉链子，一定要查出来是谁在操控，啊 ？OK。王总好，来吧。潘总，鼎华已经很久没有从我们这儿订货了，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这个不会改吧？鼎华现在出了些状况，你是知道的。是，我们是有协议，也有配额，对不对？你急成这样，我也能理解。这不才过去2个季度吗？鼎华肯定会按照协议完成这些配额的，你何必着急这一时呢？潘总，像鼎华这种大企业，出了小状况，发生小问题，可是像我这种小企业受不了，我现在资金已经周转不开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跟你说多少次了，我理解你，你也得理解我，对吗？鼎华绝不会终止跟虞山矿场的合作，但是我现在真的抽不出时间来处理这些事儿，我手头一大堆事儿呢，我。好，那庞总，你先忙。哎，小苗总，你来我办公室一下。好，我现在就过去。一拿到权力就耍威风，有事儿不能自己来。露露，你别学别人说这些不冷不热的话好吗？我们公司现在是特殊时期，每个人的利益都绑定在一起，要学会想这些。工作时间赶紧回自己岗位上去。哦，知道了。哎，数据修复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其实修复很简单，问题就是全部都要重新复查一遍。不过应该也快了，就这2天了。那我走了。进来。
庞总，坐。现在你说到了这么个时刻，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必要开诚布公的谈一谈。我知道咱俩之前有一些嫌隙和误会，但是你说现在鼎华这么个状况，你看咱们能不能为了鼎华通力合作一下？我明白。现在您需要我做什么？现在关键的就是资金，拿到钱稳定股市，其他的事情可以一步步来。这我明白。但是鼎华一直都奉行着保守的运营策略，这几年我们几乎拒绝了所有有投资意向的资方。现在这个时候，我担心他们会抱着投机的心态等着我们崩盘。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我说，能救鼎华的只有你。我？对，无论是我还是林总，资源都比不上你父亲苗，对吧？你说他作为鼎华的顾问，鼎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到现在都没露面，我觉得他不会不管吧？庞总，这个忙不是我不愿意帮，也不是我父亲不愿意帮，只不过他现在常驻国外，估计也没有什么资源能够解决鼎华的麻烦。不是，鼎华现在目前这个状况，你打电话跟他说过吗？我说过，他也很着急，只不过他现在身体不好，住在希腊的疗养院，可能真的帮不上忙。身体没什么大事吧？没有。那苗飞，要不这样，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我来跟他联系，不用他出面，让他介绍给我一些资源，我去跟人谈。庞总，这个真的不太方便。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把他联系方式也不能给我，是吗？是的，我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真的容不得打扰。但是现在鼎华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了。我真的无能为力。行了，明白了，那就是我们为鼎华的通力合作到此为止了。您忙吧。苗飞，我庞一山在鼎华干了10几年了，你记着啊，有些事情没有你们苗家，我一样能做到。怎么了？那么急着找我？我爸的情况我真的瞒不下去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林总现在身体不好，在住院的事儿，这事儿你知道吧？这个我们已经排查过了，确实是身体原因，没有其他危险。这我就放心了。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想要翻身，需要大量的资金注入。今天庞一山找到我，想借用我父亲的关系，我就一直坚持说我父亲现在在国外疗养，帮不上忙。庞一山现在对我非常不满意，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了。这个我可能真的帮不了你。那现在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苗飞，我知道你对于鼎华的感情，也知道你想保住你爸爸一手创办的公司，你的心情我都理解。但是，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也知道，如果鼎华的核心技术被商业间谍盗走了，这对于国家来说是多大的损失。不过有一点，我倒是想不清楚。林总已经明确表示了，找国企帮助鼎华渡过难关，为什么鼎华一直拒绝？
这件事情，庞一山到底怎么想的？鼎华从创办以来就一直想走独立自主发展的路线，这是我父亲当时的创业思路，后来一直贯彻到林总也坚持这个原则。所以这个不光是庞一山的想法，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有点不太合理。鼎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宁愿走上绝路，也不愿意接受国企的救命稻草。鼎华连谈都不谈就拒绝了，你觉得合理吗？那你们现在是不是怀疑庞一山也有问题？在这个案子没破之前，我们不会对任何人放松警惕，包括我是吗？我们明确的知道，你对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很大帮助。就这儿啊？让我一顿好找，这地方连个门牌地址都没有。这块地方应该是待拆迁的吧？南溪镇已经作为开发区并入双清市了，大半个镇子都要拆迁。樊德伟出狱以后，一直在附近工地打零工，我打听过了，他基本上就没有不喝醉的时候。工地上的人也不敢让他干什么危险的活儿，就是和泥搬砖什么的。他人现在在屋子里吗？我看着他拎了瓶白酒进去了，差不多1小时以前吧。酒后吐真言。走吧。谁呀？干嘛你们？我们能进去吗？潘先生，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需要你配合一下。你笑什么？我活了这么大了，只有你们审过我的人叫我樊先生。你平时一个人住啊？嗯。出来之后没找你老婆？我们没结婚，那不是我老婆。她没来找你？我是杀人犯，她疯了来找我。当年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坐牢坐的脑袋不太好使，有什么问的呢你就问我，我能想起来就一定告诉你。啊。出车祸之前你做什么工作？送货。给谁送货？青阳区附近的小超市，谁家订货我就给谁送。出事儿的时候你也在送货？嗯。送货还喝酒？心情不好。为什么心情不好？问！10年前你们就这么问我，我牢都坐完了，你们还来问？我是撞死人了，杀人偿命我懂。这个人有命啊，拿去啊！坐下。注意你的态度，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当年的审讯记录我都看过，你现在说的话有半个字对不上，我就能听出来。丫头病了，没法治也没钱治，她活不成我也不想活，我就想还不如喝死算了。我早上起来就喝酒，
白天干活也喝，喝困了我直接就睡了。你进去以后，谁管你女儿？他妈。你们两个当时什么关系？算搭伙过日子吧，没领证。你干嘛？你放下！控制一下情绪。最后几个问题，问完我们就走。是关于你女儿的事儿，希望你不要介意。介意你们就不问了是吗？你女儿是几岁走的？11岁。那她是在几岁的时候做的手术4岁多，不到5岁。那应该是你进去之后不到1年的事儿吧？我们暂时没什么要问的了。你最近不搬家吧？什么时候才有什么时候搬。好，我们会随时再过来。打扰了。你发现疑点了吗？漏洞百出，你先说。他那个老，我先算他女朋友吧。首先，他在他们2个人的关系上撒了谎。樊德伟一再强调，他入狱之后没有跟对方有过任何接触。我记得叫李芳是吧？对，照片上的人是李芳跟他女儿。这个小姑娘看上去应该有10岁左右，很明显是她入狱之后拍的照片。那么如果没有任何接触的话，照片哪来的？当然了，也可能是寄给他的。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在进屋子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购物袋，里面有很多没有拆封的生活用品，洗发水、搓澡巾、洗面奶。洗发水和搓澡巾也就算了，洗面奶，至少说明这个东西是别人给他的吧？李芳，我也是这么想的。樊德伟这个人又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总不可能是工人给他买的吧？还有吗？还有就是这个人的酒量，这个我也发现了，喝了半天，其实也就喝了半杯，而且已经醉成那样了。而且从他的脸色上来看，这个应该是酒精过敏的表现。那要这么说，他说自己女儿病了以后，天天借酒浇愁，是在说假话？这倒不一定。事故报告中明确记录了他血液里面有酒精成分，而且至少半斤烈酒。一个酒精过敏的人喝半斤烈酒，那就等于是在自杀。我懂你的意思了。
借酒浇愁，没必要喝成这样。这么说，我怎么觉得他是为了麻痹自己，是为了壮胆儿？也许吧。但是只要他咬死了不松口，这件事情我们没法证明。目前看下来全是疑点，但都不足以作为证据。我们得想办法撬开他的口才行。哎呀，怎么了？我终于赢你一次。你想想，樊德伟跟李芳没领证，按照当年的政策，他们的女儿根本就上不了户口，好多地方根本就没法进行登记。那他是怎么登上那个慈善机构的名单的？对，再幸运你也得登记过才行啊。可以啊，你懂我。这庞一山真的是拼了呀！这都晚上第4个局了。他越这么尽职尽责，我心里越是没底。我缓一下，别让人看出我喝多了。康康，你说这庞一山要是真有问题，完全没有必要这么低三下四的找钱啊。哎，不过也说不好，万一他这是种伪装呢？说不好的事儿太多了，咱都不能拿来当证据。现在还有谁没上场？还有小李。小李，现在庞一山准备进去了，跟上去记录。这边请，小心点进。这边。你好，哪位客人到了？哎呦，乔总，让您久等。快坐，快坐，快坐。这有什么人物啊？完全没有印象。这2天，每一个跟庞一山见过面的人，都有投资鼎华的意向，也都有可能成为这次产品事故的最终受益者。那也可能是最初制造这场混乱的人。所以这2天，每一个跟庞一山见过面的人都要调查清楚。明白。伟佳，伟佳，你干嘛呀？你怎么又来了？哎，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你还是怪我，看见我就烦，是不是这意思？不是凤，你最近别来看我了，我在这住不了几天了，我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等到那以后，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了？行了，别问了，等我电话啊。
你好，李芳女士对吧？啊，对。别紧张，我们没有恶意。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请你回答一下。我说你又回来干什么？干嘛你们？没完了是吗？别喝了，我们已经跟李女士聊过了。看来你告诉她的并不多，但是很多事情瞒是瞒不住的。你都跟别人胡说些什么？李芳女士，你不用回答他。樊德伟，我们是来找你问话，我们问，你答。你进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最开始的时候想过，但是后来听说做了手术，做了骨髓移植，能活，我就想着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她，但是没想到，你说的骨髓移植，其实更准确的说叫造血干细胞移植。你对这个了解多少？但是说了，移植了就能活啊！他们在骗你，因为这种手术效果最好的是同基因细胞移植，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女儿是双胞胎，移植的成功率会很高，再差也得是亲兄妹。父亲跟母亲单方面的基因是不能跟子女匹配的。不可能，他们说了是正规手术，手术是正规的，医生也是一流的医生，但是这中间的流程是有人做了手脚。李芳女士告诉我们，当时来采集细胞的和做手术的不是同一拨人，去的也不是同一家医院。你懂什么意思了吗？采集细胞需要做基因比对，如果匹配不上，医生是不可能做这个手术的。但是在你女儿的这个案例中，这两个流程分开了，而且文件有可能被篡改，导致医生以为她移植的是匹配的细胞，这个你懂了吧？而且手术结束之后的康复期，你女儿又被转到另一家医院进行观察治疗，那里的医生根本就不了解情况，很难判断出排异反应的原因。樊德伟，你知道排异反应的时候人有多痛苦吗？他们不可能骗我，治不了就治不了，他们怎么可能还一丫头？因为他们要封你的口，不做手术能封你的口吗？他们说什么呢？问吧，想问什么，你们就问吧。当年的那场车祸是不是意外？车祸不是意外，但是没想到我把人撞死了。你把话说清楚了。有人告诉我了时间和地点，还有对方的车型和车牌号，让我找个机会把车撞停就行。然后这个事儿就算成了，就给丫头看病，就连酒后肇事的事儿也是他们给我出的主意。但是我不能喝酒，我胆子又小，我害怕，我就喝了很多的酒，结果没控制住，
撞得太狠了。我知道，你们以前抓我呢，是因为我酒后肇事。现在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了，就是故意杀人。你们抓我吧，判我死刑，活该。指使你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真是记不住了。那天我看我女儿出来，我听见有人叫我，长什么样子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我只知道是个老头儿。喂，去吧。算了，你去说吧。怎么了？我觉得我跟静姐这关系，我不太好张口。关键是可松了。行吧，我去。什么事儿啊？非要现在说？私事，跟我有关？你父亲的事。人在哪儿？我跟杜某已经将他带回了市区。你干嘛？规矩你知道的，你不能参与审讯。放开！安静！你放开！你去了又能怎么样？你别管我！你别管我！经过连夜的审讯，樊德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指使他的那个人没有名字，没有照片，无从查起。难道他连对方的长相也不记得吗？按照他的描述绘制了头像，但是毕竟已经过去10多年了，估计作用不大。当然了，这个只是第一次审讯的结果，我们还会继续深挖，这件事情不会不了了之的。宋局，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此事对赫尔墨斯展开调查？赫尔墨斯旗下拥有多间涉及敏感领域的企业，但是这种跨国集团不太会配合我们进行调查的。我已经就这个案子的进展向秦厅做了汇报，接下来他会和外交部门进行沟通，探讨通过外交途径向对方施压的可能性。
你现在去鼎华？对，现在鼎华是非常时期，请这么长时间假已经是极限了。安静父亲的事情我有责任，当年没有坚持查到底，导致真相被埋没了10年。那个时候，樊德伟还在等着救女儿的命，他绝对不可能先开口，而且当时很多关键的证据都还没有形成，真不是你的责任。查清楚真相是对牺牲的战友最好的慰藉。马上，多谢了。静姐，你别着急，有我们在，一定能找到幕后的人。谢谢你，杜某。要不是你们的话，我可能永远都发现不了真相。当局者迷，你也别怪自己。有个事情，我想寻求你的建议。你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妈妈。这么多年了，她一直觉得我爸的死不是意外，因为这个想法一直困扰了她这么多年。现在事实证明，她是对的。我不知道要怎么告诉她真相，因为我觉得不一定是好的结果。你是怕苏阿姨再受刺激？其实我也有想过，要不要现在就把真相告诉你。我也担心这件事对你的影响。不过马上跟我说，你是成年人，有判断能力，也有知道真相的权利。我觉得苏阿姨也是一样的。谢谢。没事。马总好。马总好。马总好。哇，最近的事总算解决了。是啊，很难终于办了。是啊。你聊什么呢？啊，马总好，您不知道，庞总找到注资鼎华的公司了。苗总，哎，怎么没人通知我开会啊？我也刚接到通知，你不是请假了吗？这好消息来的也太突然了，是庞总找的人？可能是吧。哎，那是什么公司啊？靠不靠谱啊？你来都来了，等会儿开会不就知道了？我这不是心急吗？苗总，您不能进。我是人事部主管，马上。对不起，马总，鉴于会议的保密性，只有庞总名单上的人才可以进，人事部主管不在名单里。马上。我知道了。鼎华那边正在谈判，有人打算注资。首先，我代表公司欢迎乔总的到来。谢谢。我也预祝咱们的谈判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之前我们出事的医疗产品数据已经重新核算完毕，马上要展开新轮的临床试验。我还是那句话，鼎华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该承担的一定会承担。鼎华责任心不容置疑，不然我们也不会来。但就目前的情势来看，好像情况也没有那么乐观。您说？那我就直说了，
请各位见谅。虽然这一次的事故并没有危害到病人的生命安全，但是事故风波并未平息。毕竟是一次医疗事故，是关系到人命的大事，更深远的影响还在慢慢发酵当中。乔总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是这么看的啊，如果这个产品最终可以恢复正常，那它的市场价值很快就会被认同，信誉也会重新建立，应该是这个逻辑吧？对，就像专业人士，比如说医护人员，恢复对产品的信心应该会快一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患者的心理排斥呢？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扭转过来。那我只能说，路遥知马力。我们鼎华现在只能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乔总，您也知道，我们除了医疗产品这一块，还有很多优质的项目，都有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个乔西川，你有印象吗？没有。联合制造那边你查的怎么样？这个公司投资了不少项目，但是规模都比较小。以鼎华的体量，一般的小公司是吃不下来的。这个公司之前都是小规模投资，这次突然这么大手笔，不正常。像是一个皮包公司。这不是一个骗子公司啊，就是背靠某个财团。这是鼎华在医疗之外领域的项目。左边这栏呢是研发完成，即将和其他公司和单位展开合作的项目，大部分都照常进行，只有5家公司表示暂时延后，受到影响的比例还不到20%。中边这栏是已有产品，正在合作的项目，受到的影响就更少了，只有1家公司要求终止合作，另有1家公司要求改变合作模式，加起来比例也不到10%。数据是最准确和直观的，对吧？哎，庞总，表格的最右一栏，这些项目是什么情况？最右边那些项目，就是我跟你说的鼎华正在研发的项目，而且其中有一些项目已经到了最后的收官阶段，都拥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很可惜啊，我不是技术出身，所以对这些也不是特别了解。具体的项目呢，后续会有专业人士进行评估。我是一个商人，我更在乎的是这些正在研发的项目会不会在我们注资以后与我们共享。可以说不可能。这邹教授说的有点直接啊，但事实呢，也确实是不可能，因为这些项目涉及到敏感的管控资源，你是知道的，国家政策没有商量的余地，这点我觉得你们应该能理解。的确，国家政策是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双方合作的基础。乔总不但是个商人，而且还是一个明白人。那现在我们谈一谈注资比例吧。姚总好。你好。现在吗？马上过来。我这刚开完会，你怎么就知道了？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鼎华的动态，这个关口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谁来注资，我们非常关注。你想了解哪些方面？先说说对方的基本情况。这次想要注资的公司叫联合制造，公司派来的代表叫乔西川，外籍华裔。他们这次注资表面上说是看好鼎华未来的前景，
我判断其实就是趁着鼎华陷入危机抄个底。他们什么背景？哪来这么大财力？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对方带来的资料。他们之前跟鼎华有业务往来吗？没有，我都没有听说过。既然没有合作过，怎么牵上线呢？庞总找来的人，自然就是庞总的私人渠道吧。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好不容易抓到救命稻草，大家都不愿意考虑背后的问题。你好，您是找马俊海。老马？谁呀？哎呦，哎呦，老夫啊！找你喝两杯。哎呀呀呀！欢迎欢迎！这小子谁呀？老跟着我。我儿子马上啊。小驹子。哎嘿，哎呦，爸，这是你也记不得了。傅叔叔啊，你上大学那手机就是他送的。哎。傅叔叔，哎呦，这10几年没见了，差点没认出来你，真帅，一表人才啊！来，进屋进屋，哎，走。哎呀，老傅啊，真的不知道你来，要知道的话，多备几个菜呀。挺好。行，那你们先吃着，我再去做两个啊。别麻烦了，我这就为了喝点酒是吧？来。哎，小驹子，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我现在鼎华做人力资源总监。你在鼎华呢？哎，你跟我好好说说，你们鼎华现在啥情况？还能不能好来？这事儿啊，谁也说不好，也都没一定呢。哎，老夫，你这个怎么一下就来双清了呢？哎，还不是为了矿的事儿。对了，傅叔叔，我记得您那个是叫虞山矿产是吧？是生产什么矿的？怎么还能和鼎华扯上关系啊？我们是主要做这个 DS 材料原矿石生意的嘛，鼎华是我们最大的买家，当然跟我们有关系了。所以这次来鼎华，其实就是为了矿石的事儿。可不是，老马呀，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喝两口，絮叨，我借酒浇愁。就是我都去了2次了，我都没见着林总。就见着庞一山了。这个庞一山现在可牛了，那官位大，脾气也大。这回可倒好，我连进都没进去，直接给拦外边了。真的？怎么回事啊？我们跟鼎华是有合同的啊，这个矿石每年多少都是有配额的。哎呀，海哥您也知道，现在这个矿石的管制啊，那如果公司拿不到这个开矿的开采权的文件，我们是不能私自开工的。这个我了解。傅叔叔，您放心吧，既然鼎华是和您签了合同的，您就不用着急。合同是合同，那鼎华呢，往常每年都是上半年下订单，今年出了这个事儿，这就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哎呀，我现在这个资金呢已经周转不开了，这要是拖到年底，还有把我给拖垮了啊！真是啊，这生意啊是越来越难做。可不是嘛！哎，来了！哎呦，我尝尝，来。好吃，好吃就多吃啊！来，哎，老傅啊，你们家梦瑶现在怎么样了？该上大学了吧？对，这2天该走了。去哪儿啊？英国，那公立学校混个文凭呗。
哎呦，不错呀，出国留学了还。他呀，太不争气了，提他我就来气。哎，我就指望着呀，将来他有点出息，到时候能把我这摊生意接下来就不错了。像马上这样自己出来奋斗，我可不指望。老傅，你可别这么说自己孩子，你越这么说，他越逆反。来，喝酒。哎，老傅啊，你买没买过鼎华他们的股票啊？扯这个干什么呀？哎呀，我这不是随便聊聊吗？你甭瞎管。你可别说，幸好我就没买。鼎华出了这个事儿，这股票得跌成啥样？哎，我跟你说，你还千万不能这么想。鼎华他们的股票现在这种状况，我听说了，背后啊有人专业在操盘。现在正是股价最低的时候，你如果现在买进去的话，以后有的涨。嫂子，你这哪来的消息？靠不靠谱啊？哎，靠谱！我是专门找人股票分析，人家给分析的。行了，我就说你不要跟人说这个事儿了。你这到时候要是赔了，你自己赔了就算，你还把别人拉下水。嫂子，你买了多少？我跟你说，老傅，这事儿就不提了。我跟你说，你千万别听他的，他现在是走火入魔了，真的。大皮，真是，别管他，咱们喝酒，晚上敬傅叔叔一杯。哎，傅叔叔，别喝酒。我说老傅，这事，你这事接下来怎么办呢？哎，鼎华我是指望不上了，再重新另找新客户呗。好在咱们双清市也不止一家科研企业需要这个矿石。不过，鼎华要是跟我毁了约，今年我可就麻烦了。傅叔叔，您这要是找一个新的裁判方的话，是不是挺麻烦的？而且啊，现在管得这么严，整个文件批下来，流程特长吧？小橘子，你在鼎华肯定有类似的资源，到时候有什么路子，别忘了你傅叔叔。那肯定的，傅叔叔，您接下来自己有什么安排吗？你找客户呗。哎呀，这现在找是找的，还没靠谱，以后再说吧。哎，妈妈，天热了，城里待着难受。你最近要是不忙的话，去山里头逛上。哇，最近啊盖了一个新院子，可舒服了。真的？去，看去。傅叔叔，您跟我爸先喝着，我进屋看一下，别让我妈把家拆了。喝点酒，来。妈，你没事吧？你瞧你爸那个德行，他在外人面前冲我吆五喝六的。我跟你说，这辈子也就是我脾气好，要是换做别人，谁能容他呀？是，妈，您呀别生气了。您说你一直生气，多伤身体啊。妈，您刚才还真打算拉着傅叔叔一起增仓呢？哎呦，这是多好的机会呀！你傅叔叔他不差钱，他有钱，他不在乎这点钱。你爸他这辈子，他就是被他这个要脸面给耽误了，他干不成大事的。妈，我悄悄跟您说个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什么事儿啊？我们林总啊，这2天还住院了，这鼎华所有的事务他都处理不了。啊？这关口，你们老板出这事了，那公司谁管呢？可不是嘛，妈，您知道林总为什么生病吗？啊，他呀，就是近期想找人给他注资，想找人给他入股，活生生给熬成这样了。妈，您想想，
在这种情况下，这鼎华的股票真的像分析师说的那样，近期还会上涨啊？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这不刚才知道吗？我还以为你想通了呢。哎呦，那现在怎么办呢？那现在要是抛了的话，得赔30几万呢。你就止损吧，赶紧止损。哎呀，你不知道，我要是现在把这个钱赔了的话，你爸爸他能为这个事儿唠叨我一辈子，直到我合眼那一天，你爸的嘴他也不会停。哎呀，妈，妈，这不就30几万吗？您这不还有我呢吗？我替你想办法，咱啊不挨他这税啊。哎呀，这30几万呢！没事的，没事。抱歉，我来晚了。庞一山引入的资本是一家叫联合制造的公司。贺子轩，介绍一下联合制造的情况。大家先看一下资料。安科带回消息之后，我通过技术手段详尽地查了一下联合制造的背景，基本可以确定它就是一家皮包公司。但是它的背后是赫尔墨斯集团。你确定吗？他们不是对外称没有外资背景吗？我当时非常惊讶，反复对比分析了很多信息才确定。10年前的案子和现在的案子背后都有赫尔墨斯的影子，两者之间的关联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联合制造入股鼎华是带有目的的。他们入资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商业上的盈利吗？我觉得技术还是重中之重。苗飞之前跟我提过，说在会议上，那个乔西川就是联合制造的那个总裁，他提出如果注资鼎华，能不能享有技术资源共享，被邹教授直接回绝了。但之后他们也没有再讨论过这件事情。这个叫乔西川的人，我查过了，没有犯罪记录，背景清白。他是在半年前当上联合制造的总裁的，不过之后不久他就出国了。前段时间刚回来，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回来的这个时间点，刚好是陈灿进入双清之后，正好是咱们发现问题、成立专案组开始调查这个案件的时候。联合制造的背景有问题，鼎华跟他们谈判，政府不能出面阻止一下吗？如果有必要，当然要阻止。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阻止收购，而是顺藤摸瓜。彻底打掉整个团伙。明白了。股市交易记录有进展了吗？我们现在不能打草惊蛇，只有找到更多联合制造暗中收购鼎华股份的实证，我们才算是多了一重保险。我确实已经尽力了，不过现在知道联合制造的背后是赫尔墨斯集团在操纵，有了具体目标，我相信查起来会方便很多。尽快吧。现阶段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对乔西川进行全面的监控，但是这个人必须要盯住了。明白，我现在就去。不用了，今天晚上我负责。接下来还有硬仗要打，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是。拜拜，老韩。哎，好，再见。你怎么了？没事，头疼，老毛病了。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没事，不用。你要不要去医院啊？我开车了。不用。安琪，
我告诉你个事情，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你说。医生说，医生说，他说，医生到底说什么呀？他说，在这儿做不了手术，我最多还有1年的时间。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你不是在骗我吧？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你先别放弃，你至少等到案子结了你再死。有你这样的吗？有你这样的吗？哇，你这个人真的太过分了！你才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我是真的头疼。我跟你说，我这老毛病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你知道你这头疼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智障。哎，别！我错了。这种玩笑仅此一次。啊，知道了。我今天还没说谢谢你呢。咱们俩之间真不用说谢谢吧？其实我今天挺难受的。我知道。当时你说你要来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突然多了一个希望，我就想说，是不是换一个人来查这个案子，可以多一个角度去看，也许可以发现真的疑点，来证明我跟我妈这么多年的猜测都是对的。哎呀，但是我又说不清楚，我又希望你告诉我，当年那场车祸真的是一个意外。那样的话，你就不会带着这么大的仇恨，就不用把已经被时间抹平的伤痕重新撕开。但不管怎么说，真相就是真相。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像今天这样，这么困，这么累。谢谢你啊。我觉得我今天终于可以睡一个好觉了。走吧。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哎，勇哥，你来的正好，快来吧。我这正给瑶瑶打电话呢。
哎呀，你说他怎么关机了呢？你快，这怎么回事？这急死我了！这个不对，这个点儿飞机还没到吧？不可能啊！啊，我算着时间呢，这会儿应该落地了。你别急，勇哥，这次确实是时间仓促，你和嫂子没能陪他去英国。但是我安排的是那个张秘书，你见过这个张秘书的呀？英语又好，关键人还稳重，肯定没事儿。你这样，我给打个电话，我问张秘书。你先别打了，我问他。别急。哎，张秘书啊，我杨旭，你们到了吗？哦，到了。那个孟瑶在你身边吗？哎，把电话给他，他爸找到，快。喂，瑶瑶啊，你怎么不开机呀？你都急死我了。啊，哦，等行李，忘开机了是吧？哎，你得随时保持这个手机畅通，让我能联络上你。你别让我着急，知道吗？行吧，你先取行李，回头再说。哎，好，OK。哎呦，你说这急死我了！别急，这送他出去历练，你这个决定还是明智的。哎，你怎么来了？哦，旷世开采配额批文出来了，这么快？哎，勇哥啊，你上次说去鼎华，说看看怎么样了？哦，孩子，他们一塌糊涂。还是跟我们星创合作吧，挣钱嘛，你跟谁合作不一样。这个鼎华毕竟是老客户，还没解除这合作关系。这我那矿的开采量就那么大，你说要是给了星创，到时候鼎华要货不好办呢。勇哥，我也跟你说实话，我在鼎华待了这么多年，他们玩什么套路我门儿清。我跟你交个实底儿，鼎华半年内还不过来。关键是他们一直在耽误你的事儿啊，你还一直替他们考虑干什么呢？星创给你的价格比鼎华合理多了。哎，正好我也要回玉山了，让我考虑考虑，最多1天内给你答复，行吗？行。宋局，状态调整好了。裘西川15分钟之前进去了，庞一山也跟进去了。我看见了。他们在那里边，我们没法监听啊。这么好的机会要是浪费了，太可惜了。要不要安排个人进去啊？这个地方属于私人会所，很难能混进去。况且，就算我们亮明身份的话，他们也会私下通知客人。好吧，这儿交给你了，有情况随时沟通。咱们这个现在正在谈判阶段，双方正在对垒，咱这主将私下里见面，这不太好吧？你的比喻不太对啊，我们都是能拍板的人，跟主将不一样，我们更像是君王。那将士们该打就打去，我们君王该谈还是要谈的，对吧？但咱这不一直在谈吗？那私底下谈，跟明面上谈是两回事儿。庞总应该比我清楚，在酒桌上能谈成的东西，肯定要比在会议桌上谈成的多。乔总还想怎么谈？你看啊，现在鼎华就像烫手的山芋，别人就躲得远远的，就我过来救场。这一点我心里非常清楚。作为我个人，我很感激你嘛。
但在会议上，你们表现的没有足够的诚意啊！这个收购比例跟股价分歧太大。咱们现在关起门来了，我给您撂个底儿，就关于这个比例，只要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我能让你获得最大限度的比例。这有诚意吗？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股价，你一直认为股价高，这是你我对鼎华的认识不一致。作为鼎华，已经让了很大的步了，这个价格要我说真的是不高了。保证鼎华的利益不受损，这是我们合作的前提，对吧？那么我有一个小建议，庞总你也考虑一下，就是在鼎华能接受的底价基础之上，您能给我们多让一份利，就有一份利给到您庞总。给我？对。不是，我是鼎华的常务副总，现在这件事儿我代行总裁的职权，我的利益跟公司利益不是一回事吗？咱们俩在这儿就不要打官腔了。公司是公司，个人是个人，二者利益有可能重合，但绝对不会完全一致。你再考虑考虑。能不能轻点你？天天还是手腕疼，都是自己做的。我碍着你事儿了？他今天还不回来呀？哎，你说这鼎华出事儿之后，每天都见不着他一面。哎，你说他有那么忙吗？还是嫌咱们烦呢？那不能，你是最不招人烦的。是胡玉萍啊，胡玉萍，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对，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行了，行了，你也别老说了。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其实什么都挂在脸上，我才不像你似的都玩阴的，其实不阴不阳最烦人了。这打住。那个，哎，老马，你说既然股票的事都这样了，那咱们商量商量，你说是不是要现在给他抛了呀？现在？嗯，现在要抛了，得亏不少钱吧32万。32？嗯。我公司吭哧得多长时间才能挣那点钱？要不再等等？你不是说还有可能再反弹吗？不是，反正我听儿子那个意思啊，是说，鼎华也不是那么容易就那么缓过来。算了，亏就亏吧。那不行，是亏是赚另说，咱们不能这么被动。那你干嘛去？我给儿子做点吃的，顺便去看看他，我也问问他情况到底怎么样。算了，别折腾了你。什么叫折腾啊？我心疼儿子，给儿子做点吃的，怎么了？我是说，这天都要黑了，你又不会开车，折腾什么呀？我去送。你好，
你好，我找马上，我有点事儿。人事部的马总。哎，对，您是？我是他爸。哦，马总他已经走了。不会吧？你没看错人？不会不会，我们这儿下班时间都是要巡逻的，加班的人都要登记。啊，是这样。啊，谢谢，客气。我再问一句啊，你们公司最近是不是老得加班呢？研发部和市场部经常加班，人事部还行吧，基本都是正常上下班。哦，谢谢啊。哟，回来了，怎么样啊？啊，给他了。我是问小锯子，他说什么了？加班呢，怕他忙，我没问他。嘿，老爹亲自去拜见他吧，他还摆谱。爸，您还没睡啊？我在等你。爸，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你什么情况？电话也不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工作啊，就是最近一直在加班，真没注意看。马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没有啊。我晚上去给你送晚饭，保安说你早就下班了。这哪个保安这么耽误事儿啊？爸，您应该直接让他把您带上楼。不是我责备你，你这个年纪，在外边有自己的生活，这我们都能理解。爸，你先别急着否认，这是我没告诉你妈，我就怕她给你闹腾。你太英明了。可我这心里放不下呀，一来我是怕你走错路，二来是担心你把身体也搞坏了。爸，这么多年了，您是最了解我的人，这些都不存在。那你告诉我，最近都在干嘛？这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这样吧，这件事儿呢，我回头跟你解释。爸，行，早点休息吧。
许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像只是茫茫人海中平凡的种子，一遇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燃烧青春，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像千千万万个和你一样的赤子，只为守护暴风眼中的那份平静，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初心。